你们知道吗？宇宙是没有废弃物的，每一颗螺丝钉，每一粒灰尘，每一个灵魂，都在他们完美的轨道上，执行着源头赋予的神圣指令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源头的视角里，没有多余的灵魂，也从来没有来凑热闹的游客。每一个意识碎片的分裂与投生，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能量布局。那么，你知道属于你灵魂的使命与任务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朵娜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由于近期领地搬迁，下一周的影片将会停止更新一次，但我的频率仍会持续的陪伴大家，走入生活里的每一次震荡与喜悦当中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灵魂使命与灵魂任务这两个词，但不是很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差异。也有很多人好奇，是不是每一个灵魂都有使命与任务呢？以及要如何知道自己的使命与任务？其实这些问题在过去也困扰我很久，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等会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之后，我再也不去执着，也不再去寻找了。本频道是为了爱、真实与创造而存在的空间。我的灵魂任务是作为一个纯净的管道，传递来自源头的频率。这里的每一支影片还有标题都是我顺流灵感而生的创造，并非为了讨好集体意识，也不受流量或是收益的驱动。我存在于此，不为教导，而是为了与你们共振。愿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灵魂都能透过我的声音唤醒内在的主权，不投射，不依赖，拿回自己的力量，并以慈悲的视角看向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与这一股频率共振，邀请你与我一起展开接下来的旅程。若你现阶段感到无法对平，那也请明白，每一个灵魂的进化路径皆不相同。请记得，不评判，不控制，自在的转换频道。这一份对自己与他人的尊重，正是你在示范何谓正面即兴，服务他人。在正式开始说明之前，我想要先说结论。每一个灵魂都携带着独特的使命与特定的任务来到这里。在三维矩阵当中，人类习惯用名片上的职称来定义自己的价值，但是在高维的视角里，这些都只是外壳。为了真正的觉醒，我们必须区分灵魂运作的两个核心层级，就是恒定的使命与流动的任务。要记得，我们不是来地球做事情的，我们是来成为频率的。灵魂使命是我们从源头分裂出来的时候所期待的原始意图，它是我们灵魂光体当中永远不会改变的基础频率。这也是我常常提到的灵魂本质的振动签名。它的运作层级是对应到母库、高我群，或者称作是超灵的9到11的维度。灵魂使命的本质是永恒的存在状态，所以无论你转世几万次，不管你的载体经历过男人、女人、外星存有或是一个光球，你的使命都不会改变，因为它不是关于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关于你是什么。所以灵魂使命描述的并非是一部具体的剧本，它是一种纯粹的能量品质。因此，其实灵魂使命正是灵魂愿凭和语根的独特向量的总和。如果你现在对愿凭还有语根这两个词感到很陌生的话，你可以从右上角的连结先观看高我的相关影片，先大方向的了解愿凭跟语根它们的意义。简单来说，愿凭就是你的频率颜色，不同的频率颜色会决定你带来的能量质感是什么。
比如来说，可能是红光的行动力，或者是蓝光的真理，又或者是绿光的疗愈等等。所以在灵魂使命的层面，愿频它就对应了你要为这个宇宙注入什么样的频率，而羽根就是你的几何形状，这就是灵魂内部的表达方式。羽根决定了你如何编码愿频的那一股频率能量。比如来说，你是用穿透式的羽根，像雷射光束般的展现红光的行动力，或者你是用包覆式的羽根来传递蓝光的真理。那你也有可能是用结构式的羽根来进行绿光的疗愈。因此，在灵魂使命的层面，羽根它对应到的是你独特的运作风格与天赋是什么。若一个灵魂它只清晰自己的愿频，但是尚未对齐羽根的时候，它就会像是一个拥有满腔热血，但是却找不到适合的表达工具的灵魂状态。但是如果状况是相反的，一个灵魂它只清晰自己的羽根，但是他的愿频尚未被唤醒，那就会像是一个拥有丰沛的才华还有技巧，但是他的作品却始终缺乏灵魂与核心价值。所以所谓的觉醒，就是要将你的愿频，也就是你的心之所向，还有你的羽根，也就是你的天赋才华，完美对齐的那一刻。因此，在源头视角中的灵魂使命，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成功与失败，一切都只有体验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什么是灵魂使命的话，就是让自己活出自己独特的灵魂频率。灵魂任务呢，是为了让那一股无形的使命能够在物质的世界被感知到，而由高我设计出来的具体行动容器，其实也就是灵魂透过外部的，也就是物质世界所选择的，例如像是具体的事件、职业、角色，或者是特别的专案来执行。灵魂任务运作的层级，它是在5维的子高我设计好之后，由3维和4维的肉身载体来执行。所以你们应该听出来了，灵魂任务是阶段性的，这个任务是会过期、会改变、也会升级的。一个灵魂在一生当中可能有数十个不同的任务，它也涉及具体的角色、职业、专案还有人际关系，而且它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时空背景而精心设计出来的。我在这里会用2个层面来说明灵魂任务系统的分类。各位灵魂家人，你们可以从以下的分类来找到自己目前的定位。但是请你们要记得，这个定位并不是为了要框架你，也不是要去区分好坏优劣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有意识的、清楚的知道自己目前的灵魂定位。要记得，灵魂任务是会随着你的意识觉醒而变动的。第一种分类是灵魂的演化阶层。这个演化阶层的分类，它其实是基于灵魂的成熟度与投生的目的来做划分。它界定了灵魂在宇宙游戏当中的身份。所以在这里简单的区分3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是体验型。体验型任务的灵魂，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处于早期或者是中期循环的灵魂。他们的任务其实就是体验。体验什么呢？体验2元性，体验情绪，体验物质界的因果律。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当一个好父亲，学习如何去面对失去，或者是体验成功的喜悦，为源头收集关于分离感的原始数据。所以这一类的任务是内向型的，主要服务于自己个体灵魂的扩张。所以其实一个灵魂
不一定要有什么多伟大的救世任务，光是好好体验做一个父亲或是母亲，对宇宙来说就是神圣的数据收集。而第二个类型呢，叫做业力清理型。这类型的灵魂呢，它是进入深度地球循环后的灵魂，他们透过物质实相的碰撞，去解开过去累积的能量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业力。要面对反复出现的人生挑战、家族课题或者是身体疾病，学习透过宽恕与转化，将沉重的频率重新回归于神圣的中立点。而第三个类型呢，就是系统部署型。这类型像是源头直接投影、144主控节点、频率锚定与编码、系统破除与重构、集体调频、门户频率的守护者等等的灵魂，他们不再是为了学习或者是体验来的，他们是为了执行功能而来。这是外向型的任务，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协助地球母亲去改变整个整体的矩阵结构，为其他的灵魂去创造更多的觉醒通道。在这个演化的分类里面，体验型还有业力清理型的灵魂必须去启动一个叫做遗忘的机制，也就是说遗忘本身就是任务的一部分，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，那么体验的深度就会马上的消失，对吗？而对于系统部署型的灵魂而言，觉醒还有忆起是任务启动的必要条件。好比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记起我是923的代码，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去更正确的执行我的播送功能了。所以对于前两类的灵魂而言，生活就是他们的任务，而对于第三类的灵魂而言，则是任务就是生活。所以听到这边，你们还会觉得体验型或是业力清理型的灵魂很可怜、很不公平吗？其实这些演化都是每一个灵魂都会经历的，没有哪一个灵魂会永远的停留在同一个任务里。还记得吗？我刚刚说灵魂任务是会变动的，一切的任务安排其实都是为了个体的灵魂精心所设计的。所以如果你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感到很痛苦，或是感到很失望的话，那么也请你不要自怨自艾，让自己待在受害者的角色当中。请有意识的成为创造者，去切换你想要经历的实相频道。而第二种灵魂执行功能的分类，是基于在三维世界的运作方式，它界定了灵魂用来与世界互动的手段。灵魂任务呢，虽然千变万化，但是在源头的能量运作当中，是可以简单的去归类成5个核心的类别。那每一个灵魂在地球的一生当中，通常都会混合执行其中的2到3种任务，因为它会伴随着生命阶段的转换来切换重心。第一类是平衡与整合任务。如果要用几个关键字来快速的连结什么是平衡与整合任务的话，我会说与业力、关系、身体还有内在小孩相关。这个通常是灵魂投身到三维实相的首要基础任务。如果这个没有学习到一定的程度的话，其实其他的任务你也会很难展开。这个阶段的目的是为了要清理个人的能量管道，为了更高频率的下载来做准备。那这一类的任务内容包含了像是转化家族的业力，他们通常会去投身到充满冲突或是创伤的家庭，这个任务呢，就是为了要终结这种循环。或者也有可能是身体载具的修炼，比如来说，一个灵魂他可能会选择特定的身体状况，像是疾病或者一些障碍，来去学习如何超越物理限制的爱。
任务内容也有可能包含像是二元性的整合，比如来说，在极度的物质或是极度情绪化的环境当中，要如何的学会保持在神圣的中立点。而第二类呢，是服务与贡献任务。其实这是大多数的光之工作者或者是疗愈者、通灵者最熟悉的类别。当第一类的任务已经稳定之后，能量就会自然多到溢出来，就可以开始服务他人。这个任务的目的呢，就是要透过具体的行动来协助他人的意识频率提升。所以这一类型的任务内容包含像是灵性的教导或者是治疗，像是可能创办灵性课程、进行能量疗愈、协作或者是咨询。那也有可能像是做一些社会服务，像是医生、护理师、社工，或者是充满爱的保姆，或者是学校老师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做频率的扶持。那这部分的灵魂，它可能会去选择专门陪伴在某一些关键人物的身边，支持他们完成伟大的事业。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的支持者。那第三类呢，是频率锚定任务。这类的任务呢，看起来非常隐性，所以经常会被小我给忽略掉。但是在宇宙视角当中，它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一类的灵魂呢，它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情，他们只需要存在在那里。你们可以想象，他们就像是一个高维的光，存在在地球上，就能够去防止集体意识的崩塌。那他们的任务内容包含像是地点的锚定，比如来说，这些灵魂呢，可能会被指引去搬到某一些特定的城市或者是房子里，单纯的在那里生活，在那里呼吸或者是冥想，因为他们的能量场就是用来稳定当地的地脉。这个就让我想到，这一次我的领地搬迁，就是为了要找一个符合我语频播送的频率空间。那在我频率播送的那个空间里，我铺设了木地板，最主要要去打造一个神圣空间的坚持，为了要去强化语频定锚的功能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空间来做一个频率的调整。那除了地点定锚以外，还有个叫做群体定锚的功能。比如说，在混乱的公司或者是家族当中，这些灵魂扮演的就是那个永远平静的人，他们可以说是暴风圈里面的暴风眼。第四类是破壁与创新任务。这类型的任务呢，它是与改革、破坏、新科技、新范式等等关键字是高度契合的，通常是由靛蓝小孩或者是具备战士频率的灵魂来执行。他们的任务，请不要误会，不是要去维护和平，反而是要去打破僵局，因为他们的任务目的是为了去瓦解旧的三维矩阵结构，为五维的新地球腾出一个空间。所以他们的任务内容包含了像是揭露真相，比如说揭发社会、医疗或者是金融体系的谎言，也有可能是引进新的技术，比如说是发明像是自由能源，推广新的教育体制，或者像是雨屏光码这种新的灵性技术。另外他们的任务还包含冲撞体制，其实他们就是那个敢于说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。最后一类叫做创造与显化任务。这一类的灵魂其实是将五维的美还有和谐去物理化，直接显化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。这类型的任务目的主要是要透过美来唤醒其他灵魂深处的记忆，来证明天堂也可以显化在人间。像是艺术的创作，比如说音乐啊、绘画、电影，或是透过作品来去传递高频的代码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艺人开演唱会，或者是钢琴家的演奏，其实他们都是在传递高频的讯号。那另外像是空间创造，比如说
建筑师、室内设计师还有园艺师，他们会将这个空间打造成一个非常和谐的频率，就像是将天堂的频率去带入到三维的物理空间当中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生活美学，当一个灵魂他们活出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，向其他的灵魂去展示丰盛还有灵性并存的可能性。今天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观念，就是请不要再为了寻找使命而感到焦虑。有很多走在灵性道路上的灵魂，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者是挫折，是因为我们误把任务当成了使命。我们以为如果我没有开成那一间灵性工作室，或者是如果我没有写出那一本书，又或者如果我们只是在做一份普通的工作，那么我们的灵魂好像就失败了，或者是我们的灵魂就没有走在我们的灵魂使命上。但亲爱的灵魂们，完全不是这样子的。请要记得，使命才是你的指南针，你的任务只是你脚下的鞋子，也就是你的工具而已。鞋子如果穿旧了、穿坏了，或者是不合脚了，那就换一双就好了。只要你内在的那个光的频率没有被熄灭，你依然走在神圣的轨道上，不是吗？所以请不要去轻视你现在正在做的任何一件小事情，无论你是在照顾生病的家人，还是你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或者你是在家里你在为你的孩子煮一顿晚餐，只要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保持着你的灵魂独特的频率，那就是你最伟大的使命。我们不需要去寻找我们的使命，因为我们就是它。我们只需要去选择让我们兴奋的任务来表达它就可以了。在宇宙当中，没有卑微的任务，只有不同的光谱。当我们清楚了自己的定位，我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剧本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的频率上面闪闪发光。在最终扬升的过程里，就是从执着于任务的三维人类去进化到安住在使命当中的无为存有。最后，如同影片一开始提到的，因为我正在进行领地搬迁与空间频率的重新定锚，下一周的频道将会暂停更新一次。虽然影片会暂停，但是我的意识频率仍会持续的在光网格中陪伴着大家。这段时间也邀请大家可以回头去复习之前的影片，或者去静静的觉察一下自己目前正处在哪一种任务阶段呢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或者今天这一集影片解开了你对人生方向的困惑，我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订阅以及喜欢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将这一份频率去分享给你身边正在寻找答案的灵魂家人。我是朵娜，愿你们在多变的任务当中依然能够认出自己那一道不变的光。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